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我一直以为只要门锁好，窗关上，家就是安全的。直到我住进那栋老公寓，楼上每天都有声音传来，可房东却说楼上根本没有人住。室友从不吃饭，不说话，不睡觉，甚至没有呼吸。而我身边的那个女人穿着我的衣服，模仿我的语气，甚至开始变得比我还像我。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我只知道自从他们出现以后，我开始消失了。我那时刚从外地调职回台北，急着找个能落脚的地方，预算不多，又不想合租，最后在一个二手租屋群里看到这则帖子：文山区老公寓，1楼套房，2楼有另一位房客，价格便宜，包水电。房东简短介绍，上层住着一位沈先生，沉默寡言，不会打扰人，我也莫多问，反正各住各的，莫交集才最好。第一次见到那间屋子，是在一个有点阴沉的下午，天气闷热，空气里有股潮湿的霉味。老公寓楼梯间很暗，墙上贴着剥落的白漆，地板踩起来会有咯吱声。我站在1楼门口等房东，他迟到了10几分钟。来的时候满头大汗地跟我解释，抱歉，我刚从另一户人那边过来。这房子老归老，但住得蛮安静的，沈先生你也不用担心，他很少下楼。我环顾屋内，格局老旧，但尚可接受。墙面有些皲裂，厕所有一点青苔味，但打扫干净应该没问题。我最在意的是楼上传来的一种奇怪安静感，那种不是陌生音，而是不正常的安静，仿佛上面被掏空了。房东说那位沈先生很少下楼，我点头，心里反而有点高兴，不会被打扰。就这样，我搬进去了。前2天一切如常，我早出晚归，回来自己煮点简单的饭菜，有时看看剧，有时写东西。楼上偶尔会传来一些声音，像是木板轻轻移动的响动，但那都在正常范围内。我告诉自己是老房子的问题，老旧的结构有些声音本来就避免不了。直到某个深夜，我被一阵细微的拖椅声吵醒。我记得那天是周3，凌晨3点出头。我迷迷糊糊地睁眼，以为是梦，可那声音持续了10几秒。沉重的木椅在木地板上被慢慢拖动，断断续续地移动，那节奏奇异的规律，像某种等待很久的仪式。我屏息听着，直到一切归于寂静。第2天早上起床，我跑去楼上敲了敲门，想问问沈先生是不是哪里需要协助，但门关得紧紧的，毫无回应。我在门缝下塞了一张字条，昨天晚上有声音传下来，希望你一切都好。但过了2天，字条还是原封不动地卡在原处，仿佛里头根本没人。我开始有点不安。我尝试留意楼上是不是有灯光变化，但从窗户看过去，那层楼的玻璃泛着灰尘，看不出里头有没开灯。晚上的拖椅声变得频繁，大多出现在凌晨3点，然后准时消失。我开始失眠，每次闭上眼就会在脑中听见那拖动声，脑海不自觉浮现出一张椅子缓缓被人拉着移动的画面，还有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人影，背对着我，一动也不动地对着墙壁。直到第7天早晨，我在洗衣机里发现了一根长长的头发，漆黑、湿润，附着着灰尘。我本身是短发，而且这屋子只有我和楼上的沈先生。可沈先生是男的，不该会有这种长发。那根头发贴在洗衣槽的边缘，仿佛某个人低头靠过洗衣机时脱落的一样。我看着那根头发许久，背脊发冷。我开始怀疑沈先生的存在。这几天我从没真正见过他，连声音都几乎没听过。难道楼上根本没人？我鼓起勇气再次联系房东。这一次我直截了当地问，楼上真的有人住吗？他
他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下，语气犹豫：“你说楼上，你租的是整层啊？那房子没其他人了？”我当时愣住了。但你说沈先生，沈先生，我哪有说？你是不是记错了？那间屋子只有你租下来，我怎么可能再租给别人？他语气开始变得不耐，仿佛我在闹事。电话挂断后，我愣愣地站在屋内。那一瞬间，我忽然感觉屋子安静的异常，天花板上仿佛传来极轻微的呼吸声。那天晚上，我睡不着。我打开手机，设下凌晨3点的闹钟，打算一探究竟。当闹钟响起时，我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，打着手机微光上了楼梯。2楼的门上积着厚厚的灰尘，锁孔生锈，门板边缘甚至有蛛丝。我试着转动门把，竟发现门是锁死的。我掏出钥匙圈，上面只有一把开得了1楼的钥匙，也就是说，我从来没拥有过这扇门的钥匙。我挣扎着将门撞开，门的内部仿佛被什么封死了，一股发霉的冷空气瞬间从门缝涌出。当门终于打开，我愣在原地。2楼根本不是居住空间，里面是一片荒废。天花板塌陷，地板长满青苔与霉菌，墙壁剥落，窗户破碎。正中央有一张椅子摆放在空荡荡的地板上，地面上有一道长长的刮痕，从椅子一路延伸至门口。椅子上空无一人，却还在慢慢的移动。我没有靠近，仅仅站在门边，却感觉到一股视线从黑暗的角落盯着我。我打着光照过去，墙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字迹，全是潦草的同一句话：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。我强迫自己冷静，慢慢后退，准备关上那道门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听见楼下我的房间传来门关上的声音，但我确定我根本没有开过那扇门。我急忙跑下楼，却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，一切看起来都如常，只有衣柜门开着。那一晚后，我立刻搬走，我再也没有回去过那栋屋子。但事情似乎没有结束。几个月后，有个同事请我帮忙看个房子，说那地点不错，但租金过低。我一看地址，心脏狠狠地一缩，竟然是那间屋子。我本能地阻止他租下，可他听不进去。他说房东很好，而且还提到楼上有个沈先生，很安静，不会打扰人。我愣在原地，喉咙发不出声。他打开手机给我看，是一则租屋群组的广告，房东留下的文字和我当初看到的一模一样，而那则广告的发文日期是2年前。那一瞬间，我的脑中响起一个念头，那张椅子是不是正在等下一个人坐上去？我打开旧手机，翻出当时拍下的楼上照片，画面里的空屋与那张椅子清晰可见，可我从来没有注意到，在那张照片最角落，竟然有一双手正从椅背后缓缓探出。我是在台北生活的上班族，资讯业，朝9晚6，租住在市郊一栋屋龄30多年的公寓里，2房1厅，1人住，其实有点空，便想着找人合租，分摊些房租和水电。虽说跟陌生人住有风险，但我这人一向自认理性，只要做好基本审查，出问题的几率应该不大。我把出租讯息贴上社群网站，1周后来了几个人看房，要么价格谈不拢，要么嫌地点偏远。直到那天下午，一个名叫黎江的男人走进我家，他穿着一件深灰衬衫，身形高瘦，肤色略苍白，手指很长。第一眼让人觉得有点怪，但也说不上来哪里怪。他语气温和，说自己刚转职到附近上班，需要短期租处，行李不多，没有宠物，不会吵闹。我看他资料写的工整，也出示了身份证影本和工作证，便点了头。他当天晚上就搬了进来，只带了一个笔电包和一个拉杆箱。我应该从那一刻开始警觉的。他没
有带牙刷、拖鞋、洗发精，甚至没有换洗衣物。第一晚我问他是否需要我提供些基本用品，他只是看着我，声音轻得像耳语，不用。之后的几天，我开始发现不对劲的地方。他的作息极度规律，准时在早上7点起床，晚上11点回房，但他没有吃过任何东西。我从未看他下厨，也没见他碰过冰箱里的食物，碗盘永远干净。他偶尔会坐在客厅，但总是坐着不动，眼神空洞，看着电视却不开声音。我一开始安慰自己，也许他是节食狂人或者极度内向，但那一切开始往更深的异常扩展。一次我晚上加班，11点多才回家，打开门的瞬间，客厅里黑压压的。我走进去时，听到他房间门微微动了一下。我回头看过去，门是开住的，但屋内一片漆黑。黎江坐在床边，背对着门，没有灯光，没有声音。他的背极度笔直，仿佛根本没有骨头弯曲的可能。他就那么坐着，面对着墙，一动不动。我开口问他：“你在等什么？”他没有回头，只是用很轻的声音说：“墙在呼吸。”我当时脑子一震，皮肤一阵发麻。第二天，他表现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我想着，也许他精神状态不好，甚至可能是某种思觉失调的前兆。说实话，我那时已经想让他搬走了。真正让我开始恐惧的是第4天。那天下雨，早上下班时，我发现家中阳台的晾衣架翻倒，内衣裤散了一地。我蹲下来收衣服时，看到其中一件湿哒哒的 T 恤上有一个极淡的指印痕迹，像是手掌压过后留下的水渍，但那形状细长的异常，指节分布奇怪，像是节肢动物的触爪，而不是人类的手指。我本想装作看不到，可那晚凌晨，我口渴起床，顺手打开冰箱拿水。冰箱是关着的，可我一拉开，就看到最上层的架子上放着一块黑色的不明的东西，像是块粘液状的组织，滑滑的，有血丝，像某种器官或肿瘤。我当时直接把冰箱门关上，背脊一阵寒意窜上来。我再度找上黎江，问他：“你放了什么东西在冰箱？”他站在厨房门口，脸色依旧苍白，只说：“你不该打开的。”我那晚没有睡，脑中不断浮现那团黑色东西和他冷淡无羁的声音。我突然发现，自从他搬进来后，我家里的电器开始故障，灯泡闪烁，电视自己打开，手机讯号忽强忽弱。我原以为是旧公寓的电压问题，但现在我怀疑那是某种干扰。几天后，我做了一件傻事。我故意说自己要出差，其实是想设下监视器，看看他到底在做什么。我在客厅与厨房藏了2台小型摄影机，并连接手机同步。那天我假装早上出门，但其实藏在对面大楼的阳台观察。黎江中午前始终没出房门，直到下午1点，客厅里的摄影机画面突然开始抖动。我赶紧打开手机，画面出现了极度模糊的讯号干扰。之后恢复时，我看到他跪在地上，用指甲一点一点刮开墙壁，墙漆被撕裂，粉尘飞扬，墙内竟藏着一层类似薄膜的组织，透着透明的灰蓝色光泽，而他的手指已经裂开，变成触须般的结构，像寄生虫一样钻进那片膜内。他整个身体正在变形，肩膀塌陷，皮肤拉长，头颅后部裂开。我当时只觉胃液狂涌，转身就吐了出来。我报警了，警察很快到场，我跟着他们一起回到公寓，门开着，里头一片混乱，但黎江没有了。他的房间空无一物，墙壁光洁如新，连摄影机也没有了，连同我拍摄的影片也一并消失。手机里那段录影画面全变成了黑色闪烁的干扰，音讯完全空白。警察问我是不是在恶作剧，
还警告我浪费公务资源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强忍恐惧留在那间屋子过夜。凌晨2点多的时候，客厅墙角出现了微弱的湿痕。我走近看，是从墙里渗出来的液体，像是浓稠的透明粘液。我用手电筒一照，墙的纹理发出淡淡的蓝光，而里头有一张脸模糊地贴在墙内，仿佛正从另一层空间注视着我。我听见耳边响起了一句话，不是声音，而是一种渗进脑海里的意念：这里只是起点。我终于崩溃了。隔天天还没有亮，我就搬了出去，房子随便留给中介处理。朋友问我为什么搬，我只说原房客怪异。几周后，我在一个线上租屋论坛看到一则贴文，一位租客在同一栋公寓描述新室友从不吃饭、不呼吸，总是对着墙坐着，并且墙会渗水。那时我才明白，漓江并不是某个怪人，它是某种入口，而那堵墙通往的是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空间。我有时会梦见那堵墙，它从未远离，仿佛正准备在下个转角再次出现。我从没想过会有一天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存在。那是一间老公寓，在市中心一条安静的小巷里，楼层不高，2房1厅。我刚结束一段4年的感情，迫切想离开原本那间充满回忆的旧住所。新屋虽小，但格局方正，租金合理。当时房东问我要不要找个室友分租，我说可以，但希望对方安静，不烟不酒。他点点头，说正好有一位也在找合租对象的女生，叫李芷涵，年纪跟我差不多，是出版社的文案，性格很安静。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签约那天，她穿着素色的白衬衫，长发披肩，肤色白皙，五官清秀，眼神看起来有些疲惫，但总是带着礼貌性的微笑。她自我介绍说，我也是刚搬来台北，对这边还不熟，多多指教。我当下只觉得她和我有种微妙的相似，语调相近，声音频率几乎一致，但那或许只是巧合。我们相安无事地住了几天。她的房门总是关着，但偶尔我会听到她在房间里低声讲电话，说的话几乎听不清楚。她作息固定，早上7点多出门，晚上准时9点回来。我起初很庆幸有这样的室友，生活井然干净，无任何不良习惯。但随着日子推进，我开始注意到一些不太寻常的事。有次我洗完澡出来，发现桌上的杯子移了位置，而我很确定自己没有碰过它。冰箱里某罐优格消失了，我原以为是他吃的，但他却说我不吃甜的东西。他说的语气太过笃定，甚至带着一点反感，仿佛那罐优格是某种禁忌。后来我又发现他穿的睡衣和我的一模一样。我问他在哪买的，他微笑说，我看到你穿了，就也买了一件。我起初以为他只是想和我搞好关系，但接下来的一切让我逐渐失去安全感。我某天加班回家，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看见他站在客厅，正拿着我的手机看着什么。他听到门声，惊讶地抬头，笑着说，手机响了，我帮你接。结果对方挂了。但我那天根本没有收到来电。我抢过手机，查看记录，什么都没有。更怪的是，他连手机解锁密码都不问我，却能轻松进入。我装作没事，但那天晚上我偷偷在房里装了小型录音笔，放在靠近墙边的柜子上。我总觉得他在夜里会做些什么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听着录音档，在凌晨3点，录到他房间里传来细碎的脚步声，以及几声自言自语。他还没有发现，我比他更像他。再等一下，我会变得完美。那声音虽小，但明明白白就是李芷涵的。我全身发冷，立刻回放录音好几次，确认不是幻听。他在模仿我，模仿我的声音、习惯，甚至语气。而这种模仿不像是在学，而是像在取代。
我开始翻阅他的生活痕迹，他没有 Facebook， 没有 Instagram， 手机里也没有常见的 App。我一次趁他去洗澡时，快速看了他房间，他的衣柜里挂着的衣服，全都是和我相似的样式，化妆品牌子、牙刷，甚至发圈，都跟我的一模一样。而更可怕的是，墙上的一张小相框，照片里竟然是我小时候的样子，不是长的像，而是我。我戴着小红帽，站在公园的旋转木马前笑着，旁边那个模糊的女孩脸上贴着破损的胶带，只剩一只眼睛清晰，那双眼和李芷涵一模一样。我根本没有印象我曾和她一起拍过这种照片，甚至没有听过这个人。我决定向朋友求助，请他们陪我搬出去。但当我告诉他们家中室友的古怪行为时，他们竟一脸疑惑：你住的那间不是你一个人吗？我愣住，你们以前来吃火锅的时候，他不是也？他们却说，从头到尾只有你自己，我们以为你就是不喜欢合租才搬去那边。我不敢再说下去，只是苦笑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走进自己的房间，打开衣柜，里面站着一个穿着我衣服的人。他回头看我，脸与我一模一样，嘴角裂开，说：你终于肯面对了。我被惊醒，浑身湿透。等我鼓起勇气再次确认那张照片时，相框里的女孩们都没有了脸，只剩两个模糊的身影，一模一样的身影，站在一起，没有表情。我冲进他的房间，想要问清楚。他坐在书桌前，慢慢地转过身来，看着我说：你觉得自己真的存在吗？我握紧拳头，怒吼：我才是这里的主人。他只是笑，指着我身后。我回头看，房间镜子里的倒影竟然只有他站在那里，而原本应该属于我的影子消失了。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消散，手脚逐渐模糊，视线开始塌陷。最后的画面是他走到镜子前，微笑地替我把门关上。我在醒来时躺在陌生的房间里，镜子里那个人笑着，梳着我的头发，穿着我的睡衣，缓缓地说：轮到你当影子了。喜欢这些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鬼影档案馆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每一部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